DSI 拿着人民的钱拿来养你们，但是你们又不会工作，像花瓶一样。5月22号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很多人都不同意，害怕那个画面呢会很难看。妈妈就讲说呢，她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 Tengmo 最后的样子。她想在葬礼那一天打开棺材看看 Tengmo。妈妈说她依然还是很漂亮，一点都不可怕。本来妈妈是买了一件衣服给 Tengmo 的，但是之后妈妈去 Tengmo 的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 Tengmo 的衣服呢比她买的还要漂亮，所以她决定用 Tengmo 的衣服。Tengmo 当天穿了全白的衣服、袜子、鞋子，还有一个皇冠，面纱呢是白色的蕾丝。妈妈说火葬之后 Tengmo 的骨灰呢会放进骨灰坛，带回家让孩子跟妈妈一起住。当她觉得孤单的时候，她就可以跟她讲话。5月24号葬礼那一天 ，Anna 没有到场，因为她的精神状况不太好，原因是因为1月的时候她的继父离世了，再加上2月的时候她的好朋友也就是 Tengmo 也离世了。她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对她来说，她觉得她很难 move on 啊，所以她需要休息。DK 呢是当天葬礼的 MC， 他就有讲到，真的他很不想，他不知道他能够做多少。但是之前在 Tengmo 的爸爸，他也是 MC， 他没有想过 Tengmo 会先走。今天的 duty 呢会是最后一次，每个人都很爱他。Tengmo 常常觉得大家都不爱他，但是大家呢真的很爱他。他想要让他知道呢，只有爱他的人。妈妈当天呢就有讲关于 Tengmo 的一些事情啦，像是他几时出生，几月几号，学校在哪里，读到几年级，之后去了 University 读了1个月而已，就进了演艺生涯，因为他有参加过选美比赛，类似 Miss Thailand 这样子的。之后他赢了，所以就成为了演员，成为很好、很活泼的一个人。他的脸呢看起来是很柔弱，但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呢，喜欢用那种语气啊，就是可能喂会，好像有时候他在讲我你这样的东西时候啊，像是马来文这样啦，就可能会讲阿姑啊、高啊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应该是算是比较粗鲁一点点的。然后妈妈呢就会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讲话啦。他讲说我们都是女生，讲话要斯文一点。Tengmo就会讲说是跟着他朋友闹着玩而已。之后妈妈有讲到，如果有下辈子的话，如果可以，他希望 Tengmo 呢可以继续成为他的孩子，因为 Tengmo 呢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孩子。妈妈呢也非常感激 Bert 来到现场送 Tengmo 最后一程，而当天 Bert 跟 Poodle 呢就有带 Tengmo 的猫去到现场那边送 Tengmo 最后一程。5月28号的时候呢，妈妈就有跟 Dad 一起去到了教堂那边领取 Tengmo 的骨灰。骨灰会分成3份，一份给妈妈，一份给 Bert， 还有一份呢会放在骨灰坛里面，然后摆在爸爸的骨灰坛旁边。之后 Tengmo 的哥哥还有老婆、孩子呢都到了现场，去把骨灰放进骨灰坛里面，写下 Tengmo 的出生日期还有死亡日期。记者表示，仪式以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当天也只让爸爸跟妈妈的亲人到场。记者有说，储存 Tengmo 骨灰坛的上面，照片中的 Tengmo 呢穿着白色的裙子，面带笑容，上面写着信仰、希望还有爱，但是爱是最伟大的。仪式进行的时候，妈妈抱着 Tengmo 的骨灰一起唱歌，而且还哭了。妈妈也希望他在天堂比现在更加的幸福，也要过去探望妈妈。妈妈的心跟 Tengmo 的骨灰已经一起装进骨灰坛里面了。当妈妈想念他的时候呢，妈妈会来教堂。妈妈在葬礼那一天呢，看了 Tengmo 最后一面。她说 Tengmo 呢还是依然像往常一样那样漂亮，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仪式完毕过后，记者就有问妈妈 Tengmo 葬礼过后呢会不会继续案件。妈妈表示从现在开始会全力以赴。她有一点担心，但是自从跟 Dad 合作过后，她就没有这样担心了。她表示她不会分开工作，必须一个团队一起合作。现在非常有信心呢，他们在正确的方向。她表示 Dad 呢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很聪明、幽默风趣，有领导能力，不怎么说话，工作效率也很快。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关于 Bang Jack 已经 recover 了 Tengmo 的 data， 并且会把电话交还给妈妈。妈妈表示 Bang Jack 已经答应他了，所以 Bang Jack 已经停止发布 Tengmo 的照片了。那个一直在发布照片的有很多都是假的 badge 来的。Bang Jack 也讲了，那些都是假的 badge 来的。妈妈表示已经跟 Bang Jack 沟通了，把电话还回去，但是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怕电话会不见去。他说 Tengmo 的电话呢，在这个案件里面非常的重要。Tengmo 的电话里面有很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呢，肯定可以把案件从意外转成谋杀案。妈妈说这些证据呢，他们不能说出来，不然 Bang Jack 身边的人或者是他会有麻烦。他很确定 Tengmo 是在陆地上遇害的，因为妈妈已经看过 Tengmo 的电话里面的证据了。Tengmo 把所有的事情呢都拍了下来作为证据，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活不了了。当记者问到妈妈还有跟 Paul 联络吗？妈妈表示呢，前一天他们才联络过而已，但是并没有谈到案件，只是问候一下。妈妈说 Paul 给人的感觉呢还是一样的，就像往常一样可爱。What？ Sam 也一样 lovely。因为 Sam 打电话给妈妈，
询问他可不可以去 Tengmo 的葬礼，但是最后呢，他并没有到场。5月28还是29号的时候，大家就有讲说 Bang Jack 会回泰国，大家他们就会保护 Bang Jack， 直到协助调查完成为止。而 Bang Jack 呢，也不害怕在泰国被起诉。Bang Jack 表示那条白色的裙子，他在很早之前呢就已经寄给 Dr. Pontip 了，但是 Dr. Pontip 讲他没有这个权利呢去做这个检验。之后妈妈也会让 Dr. Pontip 去做这个检验啊，他也时不时会联络 Dr. Pontip， 而他还有那一张他寄给 Dr. Pontip 的那个照片。5月29号的时候呢 ，TikTok 就突然间传出了这样的一个影片，这个账号 Nakawari63 在 TikTok 播小44秒的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在事发当晚的时候拍到的，可以看到是蛮清楚的啦。就这个人呢，打算拍下这个刚好经过的船啊，还有听见一个女生发出的求救声。这个影片被播出来过后，就有很多的人呢去问这个 creator 是不是他本人拍的，是不是 Tengmo 的船。这个 creator 呢就有讲说是他拍的，当时呢他只是想把周围的环境还有刚好经过的船呢拍下来，因为他觉得很漂亮。那你知道就给他拍到这一幕。影片里面呢可以看到一艘船，船头有3个人，有2个男生跟1个女生，他们看起来呢像是在争吵楼起争执。网民说听见一个女生哭着喊救命，听起来像是 Tengmo 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啦，但是我看到的呢是一个男生先冲出去船头要抓住那个女生，然后另一个男生呢也冲了出来一起抓住她。之后这个女生就有喊，这里有很多人听到的东西呢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听到救命啊快放开我，还有一个是听到2个女生的声音，一个女生说救命啊，另一个女生说不要动。5月30号的时候，妈妈就跟 Dan 呢一起呈交信函给 Mr. Somchai， 想要拿回那个白色的裙子。大家表示，目前案件呢是在检察官手上，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人权委员会有 Bang Jack 寄给 Dr. Pontip 的这个证物，他和妈妈呢想要申请把这个证物拿回来，然后拿去 IFM 做检验。Mr. Somchai 表示，在之前的时候 ，Dr. Pontip 收到这份包裹，他们就有开会讨论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包裹，而之后呢，他们也决定要接受，但是他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来的，因为这个从美国寄过来的包裹还没有被打开。发送人呢是 Sumat Kanlaya， 他不知道是谁啦，但是有可能就是 Bang Jack 的名字哦。他有说，当他拿到这个包裹的时候，他是有通知这个皇家警察的，但是警方告诉他，这个案件已经结案了，现在安着检察官，所以他们就send了一封信给检察官，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他表示，如果是重要的一部分，检察官会继续的调查，但是人权委员会呢，并不能把包裹交给妈妈，因为包裹上面并没有写寄给妈妈，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他们不会打开这个包裹，直到检察官回应这件事情。妈妈有问 Mr. Somchai 他们会收多久 ，Mr. Somchai 有讲，这个包裹呢，他们已经收了27天了，也没有打开过，一定要等到检察官回应先。如果检察官过去拿这个包裹，又或者是打开这个包裹的话，他会拍下影片作为证据。人权委员会呢，依然会收住这个包裹，因为他们已经收了27天，所以他相信是没有问题的。记者有问妈妈看到包裹是什么感觉，妈妈表示呢，她觉得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请 Mr. Somchai 使用他的权利呢，加快这件事情。Dr. Pontip 表示，如果检验了这条裙子，就可以知道血迹的产生是在坠河之前还是坠河之后。如果血迹粘在裙子上面，就代表 Tengmo 坠河前受伤的，因为血会变干，然后残留在裙子上面。他强调，如果这个裙子是真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清洗，血迹也不可能会不见，它依然还会残留在裙子上面。同时 ，Dr. Pontip 也是有讲，大家要关注的东西呢是 Tengmo 的死因，而不是虚假证据。因为有好人跟坏人，同时间好人跟坏人也是可以制造伪证的。然后不懂是同一天还是隔天了。Mr. Itifon 呢就有讲，关于人权委员会邀请他们一起检验 Bang Jack 包裹的这件事情，如果他们有呈交信函给检察官，检察官就会亲自去检查这个证据到底跟案件有没有关系，到底可不可靠。Mr. Itifon 也有表示，有新闻说检察官已经对同行的5个人，包括那个 consultant 提出诉讼。他说这件事情呢不是真的，因为那个案件呢地区检察官还是在审查中，他不认为会这么快的提起诉讼，所以他重申新闻说的不是真的。
5月31号的时候 ，Mr. Ajaria 呢就去到了 Pibor Songkram E 的这个码头那边寻找证据。Mr. Ajaria 说呢，当天会寻找3个地方，包括 Thai Prasai、Wat Wet Temple 还有 Wat Kema Pirataram。所有3个点的坐标呢都是来自 satellite 的数据。当天他们用了2架水下无人机去寻找证物、刀、开瓶器，包括酒杯跟酒瓶。预计呢会用4个小时的时间。Mr. Ajaria 相信丹莫大腿的伤口并不是螺旋桨造成的，而是很尖锐的物体。做这种事的人呢不会把刀带回家，因为有血迹。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丢进水里面。当天潜水员还有水下无人机的团队呢，用了3个小时去寻找证据，但是当天的水流弄到无人机一直在边翻转，而且只能去到7到15米罢了，导致分不清楚水底下面的垃圾跟金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天下大雨，所以他们被逼在没有找到证据的情况下就收队了。Mr. Ajaria 说呢，之后他们就不会再下水底找这些证据了，因为其实有足够的证据去起诉他们了的。他表示当天去那边呢是为了要寻找更有力的证据，所以他可以去告这些嫌疑人更加重的罪。他表示他也收到了消息，丹莫2处伤口的血迹在其中一位嫌疑人的衣服上面，而他讲这个人呢是西北厉害讲话的，所以这西北厉害讲话的人是谁，你们知道吧？然后这个消息呢是从政府机构那边出来的，警方呢有去了不同的机构那一边做了这个检验，而这个证据呢是可以证明是谋杀案，但是也要取决于警方到底有没有把这个证据放进这个案件里面，然后交给检察官。他也表示在6月23号之前，他会亲自去找检察官，他们不会再提交任何东西给 DSI 了，因为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然后有一天 Mr. Ajaria 开了直播过后，他有讲到他们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DSI 就是不想参与，不想接手，弄到好像他提交上去的那个信好像滴书一样，丢起来就可以把它丢掉了，像垃圾一样。另外一方面呢，人民就有骂 DSI 啦，他们给的人头税什么的， DSI 拿着人民的钱拿来养你们，但是你们又不会工作，像花瓶一样。其实讲真的是已经很多证据了的， DSI 是可以接手的，但是他们就一直不接。我之前说过人民代表去 request 过1次嘛，然后 Mr. Ajaria 去1次，但是其实不是哦，总共4次了，包括这次的话是第5次了。然后这一次呢，他们还竟然拒绝，讲说他们不会接手。然后这头说完，其中一个嫌疑人的身上的衣服呢有血迹。隔天6月1号，这些人真的是很急的哦，每一次有新的证据，他们就马上出来澄清。所以现在呢就上了 Hong Krasai， 就有说到这些问题呢需要问 Gradik， 因为是跟 Gradik 有关系。P 农就有讲说 Mr. Ajaria 还没讲说是谁耶，所以你现在是指明是 Gradik 对吗？现在就有讲你可以直接问 Gradik， 让他解释会比较好，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他还说呢，如果知道的人呢就会明白。他说他最近跟 Gradik 联络的时候， Gradik 就告诉他的衣服上面有血迹，然后是 Dangmo 的血迹，已经是检验过了。现在就讲说 Gradik 是穿着 Dangmo 的衣服，大家可以在 IG 上面找到照片。Gradik 当天穿的衣服是 Dangmo 之前在节目上穿过的，而所有的证据呢都已经交给警方了。他讲说他没有很惊讶，因为他一早就知道了。之后 P 农就有打给 Gradik 就讲说是他跟 Dangmo 借那件衣服来穿的。他说是 Dangmo 的血迹残留在衣服上面，血迹是事发之前呢就已经有了的。他说 Dangmo 不洗衣服就把它转售给别人，任何跟他买过衣服的人呢都会知道，因为标签所以不能洗，而警方也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听好啊，他是明星，没有洗衣服，然后就算是有血迹也放着不洗，你信吗？ Gradik 也是很有问题的，讲让人家的衣服这样肮脏，做咩一直拿人家衣服来穿呢？之后音乐也有出来说明，在嫌疑人的衣服上面找到血迹这件事情，警方一早就已经调查过，并且交给法医去检验了。他也表示有人说是新的证据，他说这个不是新的证据，调查的修辞呢是不能被公开的，因为是调查的机密。他也有讲说，如果调查部门有提出任何的疑点，又或者是推测的时候，毫无例外，他们就会去收集所有的证据，然后再衡量所有的证据，再做一个总结，然后再交给检察官。然后现在有被问到 K2 的这件事情，เขาบอกมีคนที่ถือมีดอยู่บนเรือมีไหมมีดอะไรคะมีด K2 โอ้โหเอา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กันคะเขาบอกไปเปิดขวดวงขวดไวน์เปิดขวดไวน์ขวดไวน์เขาก็มีที่เปิดขวดไวน์ค่ะเขาหมายถึงว่าเขาไม่ได้ใช้อะไรมีด K2 คืออะไรฉันยังไม่ทราบเลยค่ะคุณอัดอยู่ตรงไหนบนเรือคะวันนั้นเดี๋ยวก่อนฉันจะได้เดี๋ยวนะ我想说他笑的是不是有点太尴尬了，他有没有被自己冷到哦？之后 Mr. Ajaria 开 live 的时候就有说到，现在你依然坚持 Dangmo 是抓着你的脚小便罪和身亡嘛？我想告诉 Mr. Sen， 不然这样啦，我这里呢有一艘游艇，
跟当天的游艇呢差不多一样的。你像 Tengmo 这样子穿着连身衣，然后再穿为小便，速度一样是8 knots。要根据像你说 Tengmo 的状况哦，你不要站着小便哦 ，San， 我会找人给你抓这脚 ，Mr. San， 你敢这样做吗？对比一下，像你这样子小便，记得不要像男人一样站着小便哦。再来 ，Mr. Ajaria 有说在节目上 San 的眼神呢很令人注意，然后他就示范了 San 的眼神。ตาคุณเนี่ยโอ้โหน่าเห็นใจ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ตาคุณเนี่ยมันเนี่ยผมทำให้ดูนะเนี่ยผมทำให้คุณดูเลยเนี่ยตาคุณเนี่ยโอ้โหผมยังมองเห็นชั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เครียดมากเลย他说 San 非常慌张，他叫他有空的时候呢去看一下医生，因为 Mr. Ajaria 很担心他。之后 Mr. Ajaria 呢就有讲到 Gratik， 就是 P 努在节目上打电话给他的那一段啊。Gratik 讲说衣服是跟 Tengmo 借的，然后血迹本来就有，然后是 Tengmo 没有洗。然后 Mr. Ajaria 呢就说你信吗 ？Tengmo 是明星，很出名的，穿那件衣服上了一次节目就卖出去了，然后没有拿去洗。他就讲那个借衣服来穿的人有血迹还穿，还要在事发当天穿。你又不是穷人，没有衣服穿是吗？要借别人的衣服来穿，这个话讲了，全泰国人都不相信，除了警方。再来呢，他从来没有讲过血迹到底是在谁的衣服上面，但是很突然的，他们就上节目去澄清。现在还有另一个人呢，好几个月都没有睡觉，因为他是很沉默的人，他就觉得说任何的东西。而这个人的鞋子呢，很巧合的也有血迹，但是他们说这个红色的污垢是一个叫做 Hell Blue Boy 的饮料。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这个证据呢，警方到底有没有收集起来？他也很想知道这个血迹的鞋子有没有被写进修辞里面。之后呢，他也有邀请 Paul、Job 跟 Robert 随便一个人啦，或者是 Paul 跟 Robert 的组合都可以，一起去 Hong Kong 那边辩论，看他们到底敢不敢。同时呢，他有照片要 show 给他们看。然后还没有讲到 Dad 6月2号的这个记者会之前，我想要简短的补充一下，在不久之前 Loy Dea 就有让巴尼达呢好好的做选择，因为这件事情的最后呢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同船的人最后也可以控告他损坏他们的名誉，而 Dad 的团队呢很容易就可以脱身了。他说他是在提醒啊，但是他的语气呢一点都不像提醒。我讲说这个 Loy Dea 如果你讲他没有问题的话，鬼都不信啊。之后呢，陆陆续续就有律师出来讲这件事情，像是担心有人会制造伪证啊，因为 Tengmo 的物品呢有被寄去美国那边等等等。他们是讲说，如果你拿一个有 Tengmo DNA 的那个物品，然后去摩擦跟 anything 啦，然后那些东西就会有 Tengmo 的 DNA 这样子。我好像是看到有一个律师是有讲到裙子的，但是裙子那个事情是已经在1个月前，就是 Bang Jack 已经继续给 Dr. Bontit 了，然后妈妈是在13号的时候才把电话继续给 Bang Jack 的。所以到底是要怎样摩擦那个裙子，弄到有 Tengmo 的 DNA？ 当然，这个只是个人观点罢了啦。所以之后 Dan 呢就有开直播，然后指明这4个律师，也就是 Lawyer Desha、Lawyer Tam、Lawyer Ronaron 还有 Lawyer Rajapal。他有警告他们可以给意见，但是呢不要太过分，不然呢会采取法律上的行动，又或者是去律师公会投诉等等。然后这4个律师之后就表明了他们要告 Dad， 所以在6月2号国会议会的时候 ，Dad 召开了记者会回应这件事情。Dad 表示呢他没有要威胁谁，因为他不停的威胁巴尼达的话，他认为呢是有必要直接的交谈。如果任何人觉得有错，他们可以呈交诉状。当时 Dad 在讲述的时候，他是很激动的，他把他的议员证脱掉，然后就有讲说这个职位呢是大家给他的，他要对得起这个职位，做不好的话呢不要做更好。然后他也是有讲说，如果他保护不到巴尼达，他就没有脸当众议院的议员。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想要战斗，他是不会害怕的，不怕被调查，不怕坐牢。如果可以帮到司法程序变得更好，他愿意交换。他也表示，如果他有做错，他不需要大家来说他会自己辞职。大家重申，他没有恐吓 Loy Desha， 只是一个警告而已。他也问 Loy Desha 他受到了什么威胁，他也表示呢有必要继续成为众议院的议员，以帮助人民顺利解决困境。他也表示呢就交给那4个律师看一看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Dad 又在做什么，因为他已经竭尽全力以任何的方法去帮巴尼达了。但是这4个律师试图终止司法程序。个人而言 ，Dad 对他们的提告没有感到生气，他也表示他可以做到，但是他说很抱歉，这样子会很浪费时间。
他需要 fight for Tengmo 的 case。他说请不要在帆船上设置障碍物。他说这个案件结束过后呢，他会自动辞职。同一天6月2号的时候，有一个由 M Purwana 还有 Kat 跟 Baga 主持的节目，他们就有谈论到 Tengmo 的 case。关于 Bang Jack recover 的 data， 有些影片呢 Mr. M 表示说他已经亲眼看过了。影片被录到的时候呢，大概是晚上9点多，而这个时间 Tengmo should be 是要在船上才对的。但是在这个影片里面 ，Tengmo 在一家酒店里面，但是没有人知道。而在影片里面呢 ，Tengmo 不是一个人，有人用 Tengmo 的电话呢拍了他的照片，而这个影片也有时间表明了当晚被人家删除。如果是根据报道，是在 Tengmo 醉喝过后被人家删除的，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删除的。但是这一些呢都必须被验证过。影片被拍摄的时间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就可以改变这个案件。所以在6月3号的时候呢 ，Pino 就在节目上打给 Dad 表示他跟妈妈询问过了，妈妈下个星期可能会公开 Tengmo 尸体的状况。Dad 说他不会告任何人，他只会问他们，这就是女儿溺水的尸体状况吗？他也表示他早上跟妈妈谈过了，不管怎样，文件已经交上去给法庭，他们就根据证据来互相帮忙。当警方说是意外，没有关系，对于他们的总结，他们不必说什么，而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直接带上法庭就可以了。关于他帮忙这个案件，包括保护妈妈直到被人调查他的行为，并且可能会被起诉。他表示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为了帮 Tengmo 寻求公道，还有保护妈妈。但是隔天6月4号的时候，大家就 post 在 Facebook 说，他们的团队呢不会公开 Tengmo 的照片，因为会触犯法律366条文。他也向大家保证，他和他的团队会继续 fight for Tengmo。这个案件到最后会成为一个司法程序的 example， 可以帮助到所有的人。不会再有穷人坐牢、富人逃脱的说法，只有平等的司法。他说，就算这场战斗他会得罪有些人，又或是因为犯了错而被人家攻击，被取消国会议员的资格，他都不会后悔，因为可以让到国家变得更好，让人民更快乐、更和平。他认为值得被交换。他表示，代表这2个字是他心中的骄傲。如果人民给他这个职位，但是他依然保护不了诚实的人，那么他就不配。6月5号在批布松 Kram 的码头，粉丝还有社区成员一起举办了 Tengmo 第100天离世的活动。当天有帮 Tengmo 类似累积功德做法事的活动。当天依然还是有很多粉丝去到那边摆花。而在当天呢 ，Mr. Ajaria 也是有来到了现场。他表示他来代替 Dad， 因为 Dad 在 Phuket 有任务。关于案件，他说7号的时候会带妈妈去 NESDB 作证，交代把电话交给 Bang Jack 的事情。8号的时候会带妈妈一起跟进 Tengmo 的案件，包括在疫区检察官办公室、总检察长办公室，还有 Nonthaburi 检察官办公室。而9号呢会去 Crime Suppression Division 投诉一家私人公司造假报告销毁证据。他表示案件收集回来的证据已经完成了，起诉书也已经做了一个草稿，还有7个证人等着妈妈检查。他们会直接把起诉书交给法庭，不会再交给 DSI 了。会在6月23号庭审之前提起诉讼，但是必须提前提交进度，比如说血液检验、船右边位置的血迹。之后见疫区检察官的时候，他也会把证据交上去。很肯定的事情是，他没有法医的鉴定。他也表示呢，妈妈现在很开心，大家和他的老婆都有好好照顾他，也有人在保护他的安全。而妈妈当天之所以没有来，是因为妈妈已经老了，而且每天都很压力，让他感到身体不适。而在仪式结束之后 ，Tengmo 的哥哥和粉丝一起合唱 Tengmo 的歌《From Now to Eternity》，而整个气氛呢都是很悲伤的。相信大家也记得之前我有讲过的。
就是有人把一封信呢交给 Mr. Ajaria， 同时妈妈也收到了一份，所以这封信的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你好，我是 Gratik， 他应该是有好像交给另一个人这样啦，所以它里面有写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他就写着把这封信交给妈妈，我现在要忏悔，其实是我杀害 Tengmo 的。我带 Tengmo 去那边，因为我一早就 plan 好了，我把他杀了丢进水里，我叫 Paul 跟 Robert QJ 他的，我拿刀割伤他的腿的，然后把他丢进水里。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要得到 Tengmo 给 Esther 价值1 million 的保险金。以上呢就是信里面的内容，但是还没有被证实过的，所以你们听听就好。而且任何人呢都可以写这封信的。